恭喜云姑娘，恭喜知任大人。你刚才叫他知任大人？是的，于公子成功通过试炼，在我心中，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知任了。所以，公子已经解了我们身上的实心之约。没有。你还记得岳长老跟我们提过3味最重要的药材吗？吴姜、须臾草、睫毛。这是岳长老在跟我们玩藏头诗呢。藏头诗，无需解。没错，实心之月的毒根本不需要解。曾经知任大人第一天就脱口而出，说实心之月是无解之毒。我当时还吓了一跳，想说，知任大人未免也太过天资过人，能够解开无解之毒，才是挑战。现在才明白，当初岳长老说的无解，不是无法解，而是无需解。半月之影会让你们全身像被烈火灼烧，如果迟迟不解，烈毒就会攻心，就无药可救。所以我吃下的根本不是毒药。不但不是毒药，而是一剂非常珍贵的补药。这也是百草萃对于实心之月无效的原因。没错，实心之月在服下后虽会让身体感到痛苦，但只要能熬过去，所有中毒症状都可以自行消除。这是撕掉的那一页，其实知任大人猜得很对，里面确实有苦心草。实心之月其为烈性补药，服用后可使内力大增，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，初服会有损益现象。根据服用者内功心法不同，而引起体感燥热或者酷寒，伴随为内力隐弱，手腕血管处出现淤血，心肺受灼，而立即现身痛，继而咳血。后为手足僵直，于血向手臂呈黑线状蔓延，并伴随五脏六腑痉挛剧痛，进而四肢麻痹。真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的良药啊！虽说知任大人算是通过了试炼，但我还是想考考你。七蛇花、尸虫脑和姜蚕都是有毒之物，为何成了补药呢？藏书阁里这么多书，过目不忘的知任大人，能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七蛇花会导致心腹剧痛、经脉逆行，而姜蚕亦有剧毒，会导致运气阻滞、行动僵直。七蛇花和姜蚕如若同时服用，会导致手脚麻痹。以毒攻毒，反成奇效。正是因为封住了手脚经脉，所以内功运气只能存在于心肺之间，加快了循环，致使内功运气从大周天变成小周天，更加容易打通奇经八脉，内力得以快速增长。但尸虫脑则主经脉，有剧毒，手腕上出现的黑线，就说明毒性确实开始游走全身。这一点，知任大人也想通了吗？尸虫脑通常都是生服，或直接捣碎做成剧毒药。难道是水煎法？不错，尸虫脑受温度的影响，水煎过后会大大降低毒性，反倒有了增长功力、突破极限的奇效。只是因为在世人的印象里，尸虫脑一直是一位医学封侯的剧毒，
所以被人忽略了它的药效。只是，哪怕降低毒性，在服用的过程中，仍然会失去内力。至于最后一味苦心草，其实我早就闻出了苦心草的味道，只是当时我就否定了自己。这味道有点像苦心草，难道是苦心草？因为苦心草原本是解毒良药，我完全没有想到可以加入配毒。现在想来，从一开始就加入苦心草，是想让服用者慢慢排毒。只是与3味以上的剧毒混合在一起，会使苦心草需要一段时间，差不多半个月才能发挥作用，排尽毒素。所以噬心之月的周期是半个月。正是。等毒排尽了，你们的功力自然也就恢复了。所以你之前一直看我各种煎药、各种配药，都是在看我笑话。不敢，一切都是对职刃的考验罢了。而且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职刃阅读了大量的医书，对药理的知识也算是精进了许多。试炼者除了拥有精通药理的本事之外，还必须有以身试药的决心和坚毅。当职刃愿意吃下10月以身试药的那一刻，你其实就已经通过了考验。我知道。既然如此，我想告诉职刃，这一遇，岳长老，只是遇到了突发状况。是，刚巧绝公子来访，就耽搁了。不过岳长老，这复古之营的虫卵又是怎么回事？这可不是什么对人有益的药啊！职刃大人果然目光如炬。复古之营也是这款药最关键的地方。复古之营进入体内会附着在7经8脉之上，不断产生刺激，让人们不由自主地运行内力进行抵抗，所以等于是让寄生之者12时辰不间断地在运功、运气。再勤勉之人，也不可能做到这个程度。那意思是说，睡觉吃饭都无时无刻不在练功？你硬要这么说的话，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也太欺负人了吧！但噬心之月也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。什么？其他的病状可以通过服药得到缓解，但唯独内功的丧失无法解决。也就是说，每半个月，只任你会有2个时辰是处于完全没有内力的状态。这也就是你的至暗时刻，月失之时。那如果这个时间有人想行刺于我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所以你有2个办法：第一，在月食之时，尽量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独处，或者有绝对信任的高手陪伴左右。但这个办法也不是绝对安全，所以要加上第2个。这是噬心之月的配方。你回到宫门前山之后，自己调配制作，然后重新选择一个日子服用，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你的月食之时了。所以岳长老，半月之夜，不，噬心之月，确定无需解，只要熬过最痛苦的时刻就行了吗？是的。我还有一事想问岳长老。你问。那誓言草可是当真？对啊，这誓言草到底怎么回事？
你明明吃了食盐草，为何还耍我？还跟我说什么须臾草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须臾草。食盐草既然是我研发的，自然知道破解之法。那你还把须臾草藏起来？我这么用心良苦，你还抱怨？在解药只有1份的情况下，你才看到了云姑娘的真心，不是吗？人说的话有假，但做的决定却不会骗人。你为云姑娘做了这么多，连唯一的解药也愿意给她。云姑娘的心就算是石头做的，也应该开出花了吧？就像险峰峻岭的冰山悬崖之上，也会长出须臾草一样。生死面前，她愿意把解药让给你，把生的机会留给你，这才最珍贵，不是吗？那岳长老，你为什么帮我们？我只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看来不能叫你岳长老，该叫你月老。我确实也像月老，牵起世间无数姻缘，唯独自己始终孤影行之。我一身精通医术，却解不了情字之苦。医者不自医，渡人不渡己。情字之苦，哪里苦了？我觉得挺甜的。执刃的身法、内功都精进了，过奖了。多谢云姑娘。噬心之月已解，我们俩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回前山了。执刃大人还不能走。为何？执刃大人闯过第1关的时候，是不是学了一套覆雪三式的刀法？是啊，当时还骗我，说刀法秘籍在寒冰池底，要我去捞呢。第1关虽说考验内力，但传授覆雪三式才是目的。只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力作为支撑，是无法学会覆雪三式的。同样，噬心之月看似考验的是制毒解毒的本领，但关键目的还是为了让闯关者的内功突飞猛进，以便掌握更高深的宫门刀法。你也有刀法要传授给我？朔月起手，望月缠斗，残月收割，听起来还蛮厉害的。所以，云姑娘就先回前山，带回执刃已经通关的好消息吧。阿云，你怎么哭了？云姑娘应该是舍不得跟你分开吧？你先回去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万千相思万千绪，不出西阁平言说。那我在雨宫等你。等我回来。
公子，云为山已经返回玉宫，看来公子羽已经通过第2狱了。他还真的让我有点刮目相看。乌姬夫人那边有消息吗？他每天都待在雨宫，初一、15会去后山祠堂为老职人念经，其他的没有别的。哥，还是怀疑乌姬吗？放不下。你刚回雨宫就急着把你叫过来，真是有些过意不去。哪里，夫人也是对职人挂念心切。那子怡，我也急呀。公子羽不在的这几天，金帆每天都是一张死鱼脸，我也很压抑。大家不要担心，公子很好，而且已经闯关成功了。现在还没回来，是因为还要跟着岳长老学习刀法。那就好。看来还是我的左眼皮战胜了我的右眼皮。左眼跳财，那是喜兆，那下一回再跳，就是喜上加喜，喜双喜临门。夫人，你看金帆都害羞了。你明明一直说右眼跳得厉害。那还有什么呀？说来听听。中途，宫上爵来了一次。没事没事。岳长老，有件事我很好奇。何事？当初绝公子失恋之时，是谁治的誓愿？他的手下。金父吗？不是金父，另有其人。哦，绝公子几乎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，就也把誓约吃了下去。为了一个侍卫，尚且能够以身试药，足以说明绝公子虽然有固执的坚守和无情的严苛，但他其实是个重情重义的温柔之人。他对我这个职任可不太温柔，三番几次为难我，对云姑娘都不放过。我虽然不太赞同他的一些做法，但我能理解他。你对他都能共情。其实，在他的立场来说，只是希望职任之位能者居之。也正因如此，职任大人更应该好好闯过3狱试炼，做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职人。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啊？